这是马斯克与 SpaceX 打造的新时代太空载具 Starship 星舰，外形诡异又带点神秘。它也是人类目前体型最高大、载重最大的太空飞行器。就对外揭露的数据来看，星舰及其 Super Heavy 助推段加起来高度在395英尺上下，发射推力将近1700万磅，近地轨道具有100公吨以上，甚至高达150公吨的运载能力。不但完胜以前登月的土星5号火箭，也超越 NASA 最新登月 SLS 火箭。星舰除了体型与载重刷新纪录，所采用的2代猛禽火箭发动机也被视为是发动机的天花板。另外，选用不锈钢而不是流行的碳纤维加铝合金来打造舰艇，并连几十台中型推力发动机，而不是仰赖超大推力发动机来推送。选用其他星球也可能取材合成的甲烷作为燃料，都让不少人拍案叫绝。但这些有形的突破和超越根本只是表象，因为若是更深入探究，不难发现，无论是星舰研发过程本身，还是星舰研发成功后所带来的影响，都正在掀起一场太空革命。星舰一旦成功，可能进一步打开我们现在还根本无法想象的未来及宇宙。没错，星舰研发过程本身就是创新。星舰研发过程与过去由政府机构主持的太空载具开发很不一样。政府研发可以逐年编列预算，经历较长的时间跨度，因此常常熬练多年，最终才进行试射验收。但民营企业花自己口袋里的钱，面临直接的财务压力，必须与时间赛跑，跑赢才可能生存。这也是为什么身兼 SpaceX 创办人、执行长与首席工程师的马斯克，就曾向员工发出，公司再不解决猛禽火箭引擎难题，就可能濒临破产的告急信。SpaceX 没办法慢慢磨，采用的是敏捷迭代式这类电脑软体开发模式来研发新舰。简单来说，就是不断从错误中学习，且战且走，压缩时间，加速达成开发目标。50年前 ，NASA 开发登月土星火箭，前后花了60多亿美元，以现在币值换算，差不多是现在500亿美元的花费。至于这些年 NASA 为了登月与登陆火星推动的 SLS 大火箭配对猎户座太空船计划，到2023财政年度也已经前后编列542亿美元的预算，以后还将继续加码。SpaceX 开发新舰，外界推估只需50亿美元左右就可能取得成果，差不多是前2项大计划花费的1/10。更值得一提的是，星舰飞船本身与 Super Heavy 助推段都是可回收、重复使用的太空载具，回收以后重新发射的成本更低。这与过去完全不能回收使用的土星5号与只能部分回收使用的 SLS 与猎户座太空船相比，民营企业研发太空载具的成本效益显然大太多。星舰计划一旦成功，可以让负责审核太空预算的美国国会议员清楚看到政府与民营公司在研发上的成本效益差距，为未来美国太空计划委外开发，也就是交付民间企业参与太空计划，创造更多的可能。不像过去太空载具，火箭归火箭，太空船是太空船，登陆艇是登陆艇，因为不同目的开发不同载具，但星舰很不一样。马斯克描绘的星舰及其衍生型号，期望能同时满足近地轨道频繁运输、地月转移飞行与星际旅行多重目标。另外还可以成为太空的燃料槽，为其他进入太空的星舰在太空加添燃料。其甲烷猛禽发动机甚至可以让星舰在其他星球起飞，一箭多用是星舰一大特色，这也为未来开发多用途太空载具树立最好的典范。另外，星舰也打开探索太空的想象之门，就像是等到电梯与塔式升降机发明、垂直运力提升之后，
人类才得以建造超高楼和摩天大厦。现代城市高楼林立的风貌，绝对不是过去人力搬砖头或是利用鹰架、脚手架搭建小楼的时代可以想象。星舰若是真的发展成功，太空专家深信这将完全改写现在人员物资送往太空不易的状况，可以大规模增加太空的输送能力，使得在太空中建立多个中继站，或是在别的星球建构聚落的想象变为可能。人类将因此更容易、更频繁、更深入地探索太空。只不过届时打开的是希望与快乐的人类未来，还是潘朵拉的盒子，恐怕是现在的我们无从想象。星舰研发的过程困难重重，试验舰坠毁爆炸或是飞不起来，根本家常便饭。短短几年间，研发团队至今已经报废掉20-30台试验的原型舰与许许多多的发动机。像这样不断打掉重练寻求突破，需要毅力，也需要勇气。这也让人不得不佩服星舰研发团队锲而不舍的努力。如今，星舰迈入环地球第一轨道测试，是否向着原先设定成为近地轨道运输、地月转移飞行与星际旅行、多用途太空载具的目标迈进，就让我们拭目以待。